1784年的巴黎，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·富兰克林正担任驻法大使。这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、科学家和发明家，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，却因为一个看似平常的生活习惯而在巴黎社交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当时的巴黎贵族们习惯于夜生活的奢华，他们在华丽的沙龙里彻夜狂欢，直到黎明时分才入睡，然后一觉睡到下午。然而，富兰克林却保持着截然不同的作息，每天清晨5点准时起床，先是沐浴和冥想，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法国贵族们对这位美国人的奇怪习惯感到困惑不解。有一次，在一场晚宴上，一位法国侯爵半开玩笑地问富兰克林：“亲爱的大使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，放弃美好的夜晚时光，却要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床呢？”富兰克林微笑着回答：“我的朋友，当你们还在梦中的时候，我已经拥有了一整个世界。清晨的巴黎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没有喧嚣，没有打扰，只有纯净的思考和无限的可能。这几个小时的宁静，胜过一整天的忙碌。”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陷入了沉思。富兰克林继续说道：“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，而早起就是我们对时间最好的投资。当别人还在为昨夜的放纵买单时，我已经为今天的成功做好了准备。”富兰克林的这种生活哲学并非空谈，正是凭借着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掌控和对自律的坚持，他在有限的人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他是《独立宣言》的起草者之一，是避雷针的发明者，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电学的科学家，还是成功的商人和外交家。他曾说过一句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名言：早睡早起使人健康、富有、明智。富兰克林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早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习惯，它更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对时间的尊重，一种对自我的掌控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当我们被各种诱惑和干扰包围时，早起这个看似古老的智慧，却显得格外珍贵和重要。从富兰克林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核心品质：自律。这种自律不是对自己的苛刻，而是对生活的主动掌控，是对时间的精明投资，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任态度。自律这个词在现代社会被提及的越来越频繁，但真正理解并践行它的人却并不多。很多人把自律理解为对欲望的压抑，对快乐的牺牲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自律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深层的快乐。早起正是自律最直观的体现，它要求我们克服身体的惰性，抵抗被窝的温暖，放弃多睡一会儿的诱惑。但这种看似的牺牲，换来的却是一整天的主动权，是对生活节奏的完全掌控，是内心深处那种我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强大自信。知乎上曾有一个热议话题：为什么说坚持早起的人很可怕？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：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，但它可以改变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，产生蝴蝶效应，渐渐改变你的人生。这个回答道出了早起的真正威力，它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提前，更是人生态度的转变。当一个人能够坚持早起时，他实际上是在向自己和世界宣告：我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，我有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生活中，我们总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，一种人总爱当夜猫子，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一整天无精打采，被生活推着走；另一种人却习惯了早睡早起，利用早上的黄金时光，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主动权。日本研究人员曾把第二种人称为晨型人，并总结了晨型人格的多种优势：精力更充沛，时间更充裕，办事更专注，效率更高，准确性更强。这些优势的背后，都指向同一个核心：自律带来的生活掌控感。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了古人的智慧，清晨确实是大脑状态最佳的时段。经过一夜的休息和修复，大脑就像重新格式化的电脑，处于最饱满、最清晰的状态。《慢思考》一书中提到，要发挥大脑最大的潜能，最重要的方法是彻底离线，即抽出固定的、不受打扰的时间来完成专注的工作。而清晨正是这样一个天然的离线时段。在这个时候，世界还没有完全苏醒，手机里的消息还没有开始轰炸，工作的压力还没有袭来，人际关系的复杂还没有展开。你拥有的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纯净时光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的注意力能够100%集中，思路更加清晰，更有助于解决复杂的问题。历史上的许多伟人都深谙这个道理。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，要想去掉多字，以早起为第一要义。他每天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读10页史书，然后开始写日记，从不间断。即使在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10余年间，这个习惯也从未改变。长时间规律的作息让曾国藩思路敏捷、沉稳冷静，即使政务繁忙，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也总能保持在最佳状态。这种清晨的自我修炼，成为了他人生成功的重要基石。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也是典型的晨型人格。他每天4点起床，先是运动一会儿，接下来就开始伏案工作，有时是整理脑海里对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想法，有时是对公司的一些战略问题进行思考和规划。王永庆曾表示，早起这个习惯让自己的大脑可以得到充分的激活和锻炼。他很多关于经营的好想法都是在这个时候冒出来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习惯，即使到了80岁高龄，他仍然头脑清明，并能坚持跑完5000米。这些成功人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早起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优势，更是认知上的优势。在清晨这个特殊的时段，我们的大脑处于最佳状态，思维最为敏锐，这为一天的高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除了认知上的优势，早起还有一个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作用：情绪调节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表明，早起比晚起更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，这种神经递质能够让人拥有乐观的情绪，更容易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感。研究还发现，习惯早起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低35%。这个数据背后的原理很简单，早起奠定了一天积极的基调，不仅让你时间充裕，做事有条不紊，还能让你拥有近乎半天的额外精彩时光，让生活节奏更加张弛有度，心情更加愉快。博主时光机分享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。在做自媒体的3年期间，他每天马不停蹄，
仍然觉得力不从心，总感觉很多事情如果不立刻落实，一整天就不可能再有时间去完成。最后事情越攒越多，压力越来越大，他开始无比自责和焦虑，对生活充满了怀疑，变得神经衰弱，身体也出现了亚健康状态。痛定思痛后，他决定通过早睡早起来调整工作方式，每天5点起床，列一份计划清单，不慌不忙地做操，然后整理素材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1个月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体重减轻了，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，工作也变得得心应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内心的丰盈和笃定，以前那些不敢奢望的事情，都在一步步向他靠近。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，早起给了他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当你能够主动选择起床的时间，主动安排一天的开始，你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主导权。这种主导权会延续到一天的其他时间，让你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从容和自信。正如有句话说得好，早起是一剂良药，是解压和修复身体的最佳方式。清晨的世界还没有完全苏醒，你可以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，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热爱的事情中去。这种专注不仅让付出更有成效，也让人更有成就感。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一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，谁都不多，谁也不少。但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可能，而有些人却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用呢？答案就在于对时间的管理和利用。早起就是时间管理的第一课。当别人还在酣睡中时，你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；当别人匆匆忙忙起床赶路时，你已经完成了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这种时间上的领先，会在日积月累中产生巨大的复利效应。让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如果每天早起1小时，一年就拥有了365小时的额外时间，这相当于多出了15天的清醒时光。如果把这些时间用于学习、思考、规划或者做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其产生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早起获得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数量，更是时间的质量。清晨的时光是一天中最纯净、最高效的时段，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工作，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绝大部分人之间的差距，都上升不到智商和思维的高度，而就在于日常的微小习惯。很多成功人士并非天赋异禀，而是当你还在酣睡中时，他们已经在追梦的路上了。那些看上去淡定从容的人，也并非因为比你空闲，而是他们懂得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。正如迪士尼前 CEO 艾格所说，早起不是为了多工作1个小时，而是为了用最好的状态开始清醒的17个小时。这句话道出了早起的真正意义，它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，而是状态的优化，是对一整天生活质量的提升。睡懒觉虽然可以带来短暂的满足，但早起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富足，代谢率的提升，记忆力的改善，创造力的萌发。这些无疑会让你的精力更旺盛，思维更活跃，生活更充实。了解了早起的种种好处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就是做不到，怎么办？这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也许每个人都有想早起却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经历。
早晨闹钟响了无数遍，一次次地关掉，弄得心烦意乱。起床后匆匆忙忙出门，被事情推着走，一整天焦头烂额。懒觉最大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悄悄偷走你的时间，拉低你的效率，更会打乱你的生活节奏，进而影响整个人的生活状态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需要一些实用的策略和方法。首先，要管理好自己的动机，让早起更有动力。看过一句话，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不是梦想，而是动机。计划的实现要靠目标来驱动，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快乐起床的理由，比如提升自己的自信度，让自己更有活力，让身心更健康，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享受一段没人打扰的自由时光，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一份清晨的美景。其次，要循序渐进，让早起毫不费力。任何事情都是欲速则不达，如果强制早起，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紊乱，那就顺势而为，逐渐改变。第一天早起20分钟，几天后再提早20分钟，直到达到理想的目标时间。第三，要按时睡觉，让早起充满活力。船王包玉刚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坚持游泳和跳绳，无论有多重要的事，到了晚上10点便回家休息。他觉得只有休息好，才能保证第二天的工作质量，保持充分的睡眠，才有足够的力气早起。如果准备10点休息，那就要推动大脑潜意识远离电子产品，提前半小时进入缓冲区。最后，要制定计划，让早起为你蓄力。早起不在于起得有多早，而在于起床后做了什么。你可以安静地思考、阅读、做规划，也可以看日出、做运动、吃早餐。关键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，让早起的时光变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。画家蒋勋曾提到，自己的黄金工作时间一直是早上6点到9点。如今已到花甲之年的他感慨道，每一个清晨，从黎明日出的微光中看花，像参悟生命的来日方长。早起本身是一种习惯，一种方式，更是一种智慧，一种治愈。想要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，不妨从改变作息开始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被各种信息轰炸，被无数的诱惑包围，眼花缭乱的短视频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夜晚的俘虏，熬着最晚的夜，却也透支着明天的快乐和精力。越是不想睡，越是空虚焦虑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但是，当我们把早起当成一种习惯时，往往就是重新赢得生活掌控感的开始。这不是一种自我折磨，而是一种自我解放，不是对快乐的牺牲，而是对更大快乐的追求。成年人的世界总是被干不完的工作、解决不完的糟心事推着走。当焦虑和压力袭来，负面情绪如影随形时，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，早睡早起。当一个人情绪稳定，心态平和时，一切都会跟着趋于和谐，事半功倍。早起不是反人性，而是一种人生态度，它代表着对时间的尊重，对自我的负责，对生活的热爱。不辜负每一天的阳光，不错过每一次的成长。而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复一日，终将在某一刻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。想起一句话，我想早起，
不是因为我整晚睡不着，而是我真心愿意。我想好好过好每一天。这句话道出了早起的真正内涵，它不是被迫的选择，而是主动的决定，不是对现在的逃避，而是对未来的投资。从现在起，让我们一起做个不折不扣的晨行人，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，找回对生活的主动权，在宁静的黎明时分，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节奏。因为我们相信，每一个早起的清晨，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都是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。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，它会见证每一个早起者的努力，也会回报每一个坚持者的付出。当你在某个清晨看到日出的那一刻，当你在宁静中感受到内心的充实和平静时，你就会明白，早起带给你的不仅仅是时间的礼物，更是生命的觉醒。愿每一个看完今天节目的人，都能在明天的清晨，迎接属于自己的黎明。因为在那里，有你想要的生活，有你渴望的改变，有你值得拥有的美好未来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